这个距离最少我看有1尺啊，太强了。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来到马来西亚这个最大的车展啊 ，Malaysia Auto Show 2024呢，要带给大家2辆很特别的车，其中一辆就是我身后这辆全电动车款哦 ，ION Hyper HT。爱安这个品牌好像很熟悉，又好像没有听过，没有错啦。其实 ION 呢，就是under在广汽啊 GAC 的爱安车系列啦。这一台是一个 Hyper HT， 它不仅颜色看起来很够力，它整辆车都很够力啊，尤其是它的车门啊，它的前面的车门呢，打开方式就好像普通车一样，向横打开。可是它的后面的车门呢，是直接欧翼门啊，好像特斯拉的 Model X 这样子，而且坐进去里面超级无敌舒服。它的后座椅背还可以做到倾斜的调整啊，太爽了啊！这辆车，那这辆车是有点遥不可及啦。为什么讲遥不可及？首先，第一，这辆车目前还是一个左驾版大陆版本啊，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右驾版啊，所以要等它移植成右驾版才有机会在马来西亚买到这辆车。但是我相信这辆车的价钱不会便宜啊，应该会很贵。那我们就来介绍另外一个性价比很高 ，spec 又很不错，空间感也非常好的一款车，就是我身边这一台 ION 的 Y Plus。相信大家一直有看我的影片，都有看到我的新衣服上面的这一个 logo， 对不对？没有错 ，Excellent Group 呢，在南马区就有一间专门改 Alphard Wildfire 车体还有 Interior 改装件的这个旗舰店哦。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 Alphard Wildfire 的 bumper、车头灯、车尾灯、bonnet、fender， 他们还有做 Interior 的提升。你要换 player， 你要装星空顶，你要做一些 Alcantara， 你要换 carpet， 还是氛围灯，甚至你要把车上的椅子换掉，这里也是有啊，而且不只是有 Alphard Wildfire 的10系、20系、30系、40系的款式可以更换，甚至你要换上 Lexus LM 车款的车体改装套件，还有 Interior 改装套件，他们都有。从10系到40系到 LM 系列的车头大灯，这里也是有，而且都是非常顶尖的品质 quality。你们车上的 steering 如果它的皮革已经烂掉了，不需要麻烦去外面包皮，只需要来到这里把 steering 换掉就可以了。而且还有 Lexus LM 的款式啊。如果你要有更好的 privacy， 或者你要你的车上有更好的隔热效果的话，当然 Excellent Group 他们在隔壁家就有自己的隔热膜专卖店。我自己的每一台车都是用他们的隔热膜，相信大家一直有追看我的频道都知道，我对他们的产品还有他们的手工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来到这一间位于马来西亚南马区 Johor Bahru 的 Alphard Wildfire 车体还有 Interior 专门改装店，或者 Excellent Group 他们的专业隔热膜安装店的话，我会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留上他们的地址还有联络方式。大家有看到这一个 banner 吗？没有错，只要你们来这边年丁的呢，把这个 banner 的画面 screenshot 下来给老板看，将会获得18%的现金折扣。那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Let's go！ ION Y Plus 这一辆车呢，你从侧面这样看过去啊，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车型？你跟我讲它是一辆 SUV 或者 crossover， 我觉得有点不对位啦。我觉得这一台车就是一个 MPV Multi-Purpose Vehicle。MPV 啊，很多人就会想到是不是7人座的车啊？这辆不是7人座的车，这辆是一个 5-seater MPV 啊。这个 MPV 是我自己讲的啊，不是官方讲的。为什么我讲它是 MPV 呢？因为它具备了很多 MPV 才有的非常好的优点。OK， 这一台就是 ION Y Plus。ION Y Plus 这辆车呢，我在中国那边啊就有试过这辆车，但是不是试驾，而是试坐这辆车。为什么会试坐到这辆车呢？就是因为我用那个滴滴出行啊，让他们的那个师傅来载我。这辆车我一上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老伟，这辆车的后座超级好坐啊！在进去讲它的 interior 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整辆车的外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前脸部分哦。这个车灯呢，好像一个老鹰加上一个翅膀啊，他们叫它 Angel Wing Design， 一个天使翅膀的 design 啊。大家觉得好不好看？它是用一个好像线条型，然后又有点像翅膀这样子，是它的 DRL， 里面就有一排 LED， 就是它的头灯组。这个设计有些人喜欢，有些人觉得还好。我其实觉得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的 design。然后当然它就是一个电车的前脸啊，电车前脸设计通常都不会很多洞啊，这辆车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洞，为了减低它的风阻系数。然后引擎盖打开来呢，里面是有引擎的吗？没有，因为它是一台电动车，但是里面有马达，还有一些散热系统啦，一些
电控啦之类的东西。前脸部分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颗镜头，是因为可以实现它的360功能。下面这一个呢，就是它的短波雷达。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有一个 wheel arch， 这个 wheel arch 呢跟车身颜色长到有一点点像啊，可是两个是不一样的颜色，所以看起来会有一个层次感比较分明的那种效果啦。车门把手方面，它是一个电子车门把手，它可以往内收，当你解锁过后，它会弹出来，弹出来过后，你只要轻轻一拉就可以解锁这辆车。这一个前后门都是用这种方式啦，收进去的好处就是它的风阻系数会比较小一点啦。当然，这辆车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面这里有一个三角镜哦，就是让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更好的视野，死角会更加少。这辆车的死角真的很少啊，因为它的镜子这个窗口面积非常的巨大，不管是坐在前排还是坐在后排啊，如果没有粘钉灯，你这样看过去啊，就好像在看一个鱼缸这样子啊，直接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清楚，从里面看出来外面也是非常清楚啊。这个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我是觉得这样子视野开阔的这种车型啦，坐起来驾起来也会比较舒服，没有那么容易晕车啦。OK， 我们现在来到这辆车的 interior， 这个前座呢，哇，看到吗？很远啊，我要把它调整一下。调整的方式当然是用电动调节的方式啦。这辆车有电动调节的这个椅子，然后 steering wheel 是可以做到上下，不能前后，只能上下，没有错。然后 steering wheel 方面这个 steering wheel 的尺寸我觉得是刚刚好，不会太大力。它的另外一个对手的 steering 我就觉得有点大力啦。然后这个 dashboard 哇，上面很大面积都是这个硬材质，在下方这边是有软材质的皮革包覆，颜色是灰色，所以就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啊。然后这个 dashboard 真的很大片很长很远啊，感觉上啊，你载你的孩子坐在旁边，他可以直接在这里写功课。你不要反一圈怎么样啊？然后它的椅子坐起来感觉也是非常的好很软，它的皮革，然后它的这个 sponge 也很不错，旁边这边也是有 cover 到我的这个腰所以在 corner 的时候应该不会乱甩啦。这个望后镜其实是 frameless 的你只要把这个框框移除，直接就是一个无框设计啊，非常好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放上一个这个框框上去，可能是一个保护作用啦。排档杆方面呢，是在这里做到排档切换的有一点像 Mercedes 这样子，然后这里是非常的干净简洁，有2个放水杯的架子，一个这个可以打开的小 pocket， 里面可以放一些小样的东西。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苹果手机的话，它的这台主机呢也是可以直接 link Apple CarPlay。哇，这个 very good job。然后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巨大的中控屏幕以外，在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彩色萤幕，虽然不是很大个，可是上面显示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然后门板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一些软材质的灰色皮革包覆这个皮革的颜色呢是可以自定义，可以换颜色的，所以你可以跟着你自己喜欢的喜好搭配你要的颜色。然后这个车门把手呢拉起来也是非常的 solid 然后这里还有一条线这个线条呢其实是它的氛围灯的一个线条，现在是没有亮起来啦。当然它亮起来过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颜色，可以换颜色。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后座表现啦。OK， 上来这辆车的后座呢，这个后座空间感真的一流啊！刚才前面我已经调节到我个人的一个乘坐姿势了过后，后面这边超大，你看到吗？这个距离最少我看有1尺啊，真的30cm 的一把尺放下去，可能还要短过这个距离啊，太强了。再来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大腿支撑，你看到吗？直接就是在我膝盖下面的这个大腿支撑啊，你坐长途车绝对不会累，而且椅背倾斜角度非常的好哇！我觉得这个椅背倾斜角度真的很赞而且它的这个头枕也是可以做到调节的。再来一点，后座冷气出风口也是有的，它是可以做到左右任意调节你要的方向啦。除此之外呢，这辆车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天窗啊，这个天窗它是有一个遮罩帘可以把它遮起来的。如果你把这个遮罩帘打开来，晚上出去看星空啊，真的一流啊！上云顶不要开冷气，然后再来就是 armrest 少不了的啦，上面还有2个置杯架。这辆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前面的椅子完全放躺平，躺平下来了过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 like a boss 啊。然后现在买这个车啊，它有2个配套，一个是送你一个好像出去露营用的一些套件，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送你一个车内影音套件，它会给你一个 projector
还有那个投影幕啊，装上一个 projector，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车上看电影啊，这个真的爽啊！而且如果你要在车上睡觉的话，这辆车应该也很好睡。这一个优点，我看目前没有几辆车做得到。汽油车你要在车上睡觉是很危险的，可是电动车在车上睡觉就很安全了啊，因为不会排放任何的废气，所以这辆车真的是很适合那种喜欢边旅行边在车上休息的人。Good job， 我喜欢这辆车。OK， 看了那么多，后面一定要看一下嘛，对不对？它的车尾灯我觉得很好看，左边贯穿到右边一条 LED 去到完，然后这个电动尾门也是少不了的啦，拉一下它就会打开来。这个尾箱空间，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刚刚后座已经把空间吃掉那么多了，尾箱一定没有什么空间了啦。这辆车的尾箱空间还是很巨大的，看到吗？超大的嘞，而且又深，我可以整个人直接爬进去。而且啊，还有一个重点，通常电动车是没有给你 spare tire 的，不过这辆 Y Plus 呢就给你 spare tire， 真的太厉害了。这辆车我真的没有什么好挑剔耶，它会不会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电动车啊？这个真的有一点难说啊。但是你问我这辆车多少钱我会买嘞？这辆车当然不要卖太贵啦，但是刚刚发布价钱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让我心动一下，有点想冲动去下单。起步价只需要119000块，太便宜了。119000块的电动车，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好的配置，去哪里找？而且还是一个广汽那么大品牌，我真的觉得这一台车很 good job 啊。那我会不会买这辆车？大家拭目以待啦。今天的这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动下去。我是阿豪 ATS，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